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欢迎来到 S 解密频道。1975年的一天，在苏联一所克格勃医院里，一位25岁的中国姑娘上吊身亡，死前还用鲜血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悔字。这中国姑娘是谁？怎么会死在苏联克格勃的医院里？在节目开始之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在 TV 更新时就会第一时间的通知你。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在苏联克格勃医院里自杀的女孩是谁呢？她的名字叫傅索安，1949年出生于天津市，父亲是医生，母亲是翻译。从小生活优越，加上天生丽质，站在人群中非常的惹眼。傅索安性格偏执泼辣，学习成绩很好，比一般同龄人更显得聪明。1968年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傅索安成为全国第一个下乡插队的女知青，这使得她的名声传遍中国各地，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本来应该有很好的将来嘛，但是傅索安的人生在后来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是怎么回事呢？19岁的傅索安虽然只是一个姑娘，但是斗起狠来，大多数男人都黯然失色。傅索安插队的地方叫骑马村，位于黑龙江省和苏联的交界处。一次，骑马村与邻村鲍家庄因水资源发生了械斗，骑马村有人被打伤。19岁的傅索安想到了一个以少胜多的策划，带领骑马村人突袭了鲍家庄，打死5人，打残4人，其中1人还被打失明了。几天后，他作为主谋首犯被审查，批斗会上，他被村民打得鼻青脸肿，头皮也被拉伤了。傅索安意识到工作组要拿他开刀了。几天后的一个暴雨天，他避开岗哨的视线，逃跑了。他要逃到额尔古纳河对面的苏联。他拼命地跑了20公里，来到古纳河边，一咬牙便从高高的河梯上跳下，顾不得河水的冰冷，朝着对岸游去。傅索安越境位置的对岸是苏联克格勃边防管理局的第36号地区。就在傅索安在与寒气逼人的河水中拼命乱游的时候，苏联一艘巡逻艇发现了傅索安。在经历了苏联各种考察考验后，他被安排到特维尔谍报学校进行专业学习。经过射击、格斗、爆破、窃听、投毒、野外生存等训练之后，变成了克格勃的女特工。下面我们看看傅索安是怎么完成震惊世界的东京谋杀案的。1970年4月上旬的一个周末，傅索安接受克格勃一项任务，到日本东京刺杀叛变美国的苏联武器专家尤里·巴甫洛维奇。傅索安拿着克格勃专家专门伪造的护照，以香港居民赴日本旅游名义，化名李娜丽飞抵东京。他被安排住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当晚，傅索安拿出巴甫洛维奇整容后的照片，最后看了一遍便销毁冲掉。巴甫洛维奇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傅索安的脑海里。第2天，傅索安花了1整天的时间把东京转了个遍。他惊奇地发现，东京的地理环境和建筑物分布情况和克格勃那个立体沙盘完全一样，甚至连警察站岗、巡逻的位置、路线
也毫无差异，这增加了他完成刺杀任务的信心。第3天，傅索安开始接触行刺目标。尤里·巴普洛维奇住在东京市郊南部的一个叫阿古丁的一个高级公寓，距离傅索安下榻的地方需1刻钟。根据克格勃掌握的情报，尤里·巴普洛维奇的活动规律是这样的：每天早晨6点钟，他在2个日本保镖的陪同下从家里出来，步行会到附近的一个小型公园散步3刻钟左右，然后来到公园的天桥上。他会随意地在其中一个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阅读从天桥上购买的当天的早报。一张报纸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报纸和钱走路。他在家里用完早餐后，坐上轿车去他所经营的公司上班。他在公司要待到晚上7点才坐车回家，之后他不再出门。1年360天，他都过着这种深居简出的单调生活。他常年雇着2个保镖提供保护。傅索安不露声色地盯了2天，发现尤里·巴普洛维奇的活动规律和科克伯所提供的情况毫无差异。于是他开始考虑如何的下手。根据克克伯的方案，他应该在尤里·巴普洛维奇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楼下手。这是一栋5层的建筑物。克克伯的行动专家在反复研究后认为，傅索安很容易混入兵部大楼，物色机会对巴普洛维奇下手。傅索安发现了一个漏洞：他进大楼后，如果一连几次都无法下手，对方肯定会注意他，那时他将会无法下手。他感觉克格勃是拿他的性命当儿戏，但气归气，克格勃的纪律可是森严的，委派的任务必须完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傅索安不得不开动脑筋，另想办法完成任务。他在床上整整躺了2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方案。傅索安按照科克伯交给他的应急联络方法，在阿古丁地铁站门口的月报栏的第2根柱子1.2米高处，用手指刻了一个十分明显的3角形图案。次日下午8时时，他去街心花园，在长椅子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本彩色鲜艳的画报。一会儿，来了一个欧洲男子，用英语对上暗号后，问他有什么事要协助的。傅索安用英语说：“请给我安排一个在阿古丁天桥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卖报机会。”36小时后，接应的人为他安排好卖报所需的一切。傅索安在巴普洛维奇每天买报纸的那个位置开始卖报。6点40分，傅索安估计尤里·巴普洛维奇要来了，便开始取出毒药枪，卷在一份报纸的里面，然后拿了一颗糖果放到嘴里慢慢的咀嚼。他刚把糖果咽下去，就看见身高体壮的巴普洛维奇在马路对面气定神闲地跺着方步往这边走来，身后跟着2个比他矮1个头的保镖。傅索安马上把卷着毒药枪的那份报纸呈喇叭状握在手中，朝行人轻轻地晃动着，这个动作就是招揽顾客。巴普洛维奇已经来到前面，漫不经心地扔下一张纸币，用蹩脚的日语：“请给我一份《东京晨报》。”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思维上的错误。他坐在小凳子上，和巴普洛维奇的面部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2尺。如果开枪，显然起不到效果。
还有可能会被察觉。要想达到效果，除非站起来，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两个保镖马上会做出反应。傅索安叹一口气，只好放弃计划。傅索安把报纸和零钱一起递给巴甫洛维奇，冲对方冉然一笑，用日语说了一声谢谢。巴甫洛维奇对女性特别的注意，他马上注意到傅索安那张俏丽的脸庞，眼里散发出一样的光彩，对着傅索安审视了几秒钟，问：“你不是日本人吧？”傅索安点点头：“是的，我来自香港。”巴甫洛维奇点点头，和保镖一起上了天桥。傅索安望着他的背影，只好把那份卷着毒药枪的报纸放起来。想不出什么方案，他懊恼万分。好在没有限定时间，还有回旋的余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图。此后3天，傅索安每天都去阿古丁天桥上卖报，巴甫洛维奇也每天从他手里买报。他盯着他看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显然头脑里已经在动起了想入非非的脑筋。傅索安对于巴甫洛维奇就像一个猎手看到猎物。就这样，又是几天过去。这天，傅索安正闷闷不乐地从街心花园往回走，目睹了一次因自行车撞人而引发的3人吵架。他心里突然一动，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24小时后，傅索安和坚硬的欧洲男子见面了，把想好的计划告诉他们。明天上午6点50分，请来人看我的暗号形式。事成之后，请安排我立刻离开日本，返回莫斯科。1970年4月13日早晨，巴甫洛维奇和往常一样来到阿古丁天桥下，径直地走到了傅索安的报摊前，扔下钞票买《东京晨报》。傅索安送上报纸和零钱时，一双眼睛显露出娇媚的神情，朝他甜甜的一笑。巴甫洛维奇见状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脸上轻轻地拧了一下，用俄语嘟囔了一句：“真是诱人的东方美人啊！”这是他留在世上最后一句完整的话语。巴甫洛维奇走上天桥，在一个擦皮鞋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2个保镖一左一右分别地站在两侧，2只眼睛警惕地注视着个人一侧的那个通道口。由里巴甫洛维奇开始看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天也竟一反常态，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点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着。他的一只皮鞋刚擦到一半，突然从天桥上传来争吵声，那是傅索安和2个日本大汉为了对方走路时踩了塑料布而引发的。傅索安铜铃般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语，巴甫洛维奇已经辨认出这是谁了。他放下报纸，把脸朝向那个方向。就在这时，啪的一声，傅索安挨了一个大汉一记重重的耳光。他尖声大叫，拔腿就往天桥上逃，手里很自然地拿着那份卷拢的报纸。那2个大汉嘴里骂骂咧咧，在后面紧追不舍。傅索安逃上天桥，朝巴甫洛维奇这边奔来，一脸的恐惧，嘴里用日语大声地叫着救命。巴甫洛维奇见状，马上做出反应，指着傅索安说：“过来，拦住！”过来是招呼傅索安过来，拦住是对保镖下的命令，让拦住后面那2位大汉。
这时，一个大汉已经赶上傅索安，飞起一脚踢向傅索安。傅索安尖叫一声，整个身子朝巴甫洛维奇跌冲过来。2个保镖上去拦住大汉，巴甫洛维奇急忙想起来要扶住着傅索安。就在这时，傅索安隔着报纸按下了毒药枪的按钮，枪管里的毒药从报纸里喷出来，化成一股淡雾。几乎是同时，巴甫洛维奇一声不响地栽倒下去。傅索安也在摔倒时把毒药枪塞进怀里，将报纸扔在一边，以示无辜。2个保镖听见叫声，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奔过来扶起这巴甫洛维奇。2个日本大汉不肯罢休，奔过来还是要打傅索安。傅索安爬起来就往天桥上奔逃，拦下一辆预先安排好的出租车，狂叫快开。汽车行驶而去，傅索安马上系解毒药，然后将毒药枪、解毒药交给司机，下车拦住另一辆出租车，直奔羽田机场。却说巴甫洛维奇被送到医院时，早已经气绝身亡。此时的傅索安早已飞离东京。尽管傅索安为苏联科克勃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特工任务，但身在异乡的傅索安并不快乐。他经常酗酒买醉。1974年的一天，他突然腹部剧痛，经查确诊为肝癌。傅索安万念俱灰，剧烈的疼痛让他选择了吊在窗框上自杀身亡。死前，他用手指蘸了自己割腕后流出的血，在身后的墙上留下了一个鲜红的悔字。这一天是1974年4月13日，离他25岁的生日还差2个月。感叹一个如花生命就这样凋谢的同时，也感慨傅索安的那个时代。但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没有上山下乡的悲壮经历，这样的悲剧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各位朋友，对于傅索安的命运，你们是怎么看的？欢迎大家留言讨论。节目的最后，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解密频道，也别忘了开启频道的小铃铛。感谢收看，下期见，拜拜。